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，今天要来开箱 A70这一款垂直设计的 ITS 机壳。如同我之前影片讲的，只要价格不要太夸张，基本上垂直设计的机壳我都会尽量买来拍一拍。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空气清净机的朋友，喜欢把机壳放在桌上，所以这种小底座的垂直设计一直都很吸引我。那 Geek 这间厂商是从亚克力机壳起家的，那他们最近也在做铝壳了，不过目前绝大多数还是亚克力的架构。那亚克力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材质比较软，容易有刮痕。那 A70 在前面板跟顶面板的部分也有做喷砂的处理，会稍微比较耐刮一点，但是还是要小心避免刮伤。它的优点也跟它的缺点是相呼应的，因为它比较软，所以它很方便加工。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侧板，然后就可以请亚克力行报价。它非常适合小本的创业，不会有很贵的模具费用。那中国那边有一些 UP 主会常常找厂商喝茶聊天，然后就设计一个机壳来卖了，那是某王呢，大家也都如果在关注这个圈子，应该都会知道是哪一个。那如果哪一天本频道从200多个变成2万个的话，我就自己来创业看看，所以我来先看一下人家 Geek 是怎么设计这个机壳的。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，花1000多来买个梦想。A70这个架构其实是相当简单的，它简单到连说明书都没有，你还要自己去网络上面印。研究一下它的组装流程跟结构，其实就是一块铁板锁上主机板与显示卡，那后面板上去之后就是一个 T 字形，再加上左右2个铝框，前面板、顶盖、侧板盖上去就结束了。那它所有的亚克力板其实都是单纯的打洞而已，那它没有螺丝公牙的这个加工问题。你要换成金属板、木板都可以，只要买个工具钻个孔就好。搭配原有的 T 字形螺母，那我们的侧板就可以跟铝条来做一个锁附固定。那接下来是组装环节，那我们先把铝条组成 M 字形，那要注意一下这个铝条它是有方向性不对称的。如果你差了90度，你会组到最后一刻，你才发现自己组错了，然后你就像我一样，车盖盖不起来，然后又要把整个铝框给拆掉，基本上等于重拆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安装主机板与显示卡，我在这边不得不吐槽一下，一颗螺丝我知道就可以锁显示卡了，但是你也不用把钱省成这样子了吧？我想要锁2颗螺丝有这么困难吗？一张显示卡都这么贵了，说不定有人就是要用2颗螺丝来锁啊。只能锁1颗，只挖一个洞，感觉就是怪怪的。那组好电源供应器后，就可以来上显卡的延长线。那不同于 Mitsubishi， 它用一个 L 型视讯线的转接。A70 如果你要用2个 DP 萤幕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它的亚克力根本就没有多的开孔，除非你要自己挖一个洞。而且我这个还是 2.0 版本 ，A70 刚上市的时候只能装一个 HDMI。那虾皮还有库存，如果你的萤幕是 HDMI 的话，你是可以去参考看看的。它的上盖其实完全没有透气的孔洞，基本上我这个鼓风扇根本风就排不出去。我只是当量机卡开机而已，整个顶板就温温的。那这种机壳绝对没办法装鼓风扇，完全没办法想象在没有散热的情况下去打开游戏会是怎样子的情况。但是它的侧板也没有透气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壳的散热显卡的部分是相当的糟糕的。所以我等一下会开板来去不装侧板来去做测试。那顶面板有2个 USB 跟一个开关的电源，那前面板可以装2颗120的风扇，它不支援240水冷，如果你要上水冷的话，要买 A70 Pro， 不过才多100块台币而已，而且它的体积就多厚一点点这样子，如果有水冷需求可以考虑一下。关于理线的部分 ，CPU 的线材其实可以直接绕到主机板的下面。那显卡的线材也有预留它的出线孔洞，那主板的24 pin 就是直接接上去。它的定制线的长度跟一般的 A4 机壳差不多，顶多就是显卡线可以再长一点点这样子。那直接塞在电源旁边即可。那这一次我会用一个二手的1500块 A520 的入门主机板，再加上 5950X， 没错，就是那个 AMD 现在最贵的16核心顶规处理器。那显卡是用备用的480公版，电源供应器是450瓦的电源。那因为这一次我不会双烤，只会烤 CPU， 所以就先将就用了。我会先用猫头鹰 L965 部用侧板来测试一下它的温度表现。
那因为 A520 是入门定位的主机板，所以它其实没办法更改一些很多 BIOS 设定，像供电的瓦数啊、降频的温度，其实都不大能去调。实测一下主机板，它最多可以给到150瓦的功率。那在长时间的烧机下，其实 L965 其实根本就压不住。我用 Prime 95烧机，最后降到 2.5G 而已。那它的耗电量大概是120瓦 ，VRM 到了81度，那可以看得出散热还是一个瓶颈。那很不幸的是，我这台电脑后来测着就会发生 BIOS 不定时重新启动的问题。后来我换了显卡啊，跟延长线也没有用，最后是靠更新 BIOS 解决。但是这个时候更新 BIOS， 它最高输出从150降到120了。那在全自动烧机下 ，Prime 95的频率大概是 3.5G，CPU 的温度大概是80度。那一般的游戏使用是完全不会降频的，大概 CPU 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那 VRM 也因为 CPU 的功耗强降低，也比较低温了一点，算是比较适合入门主机版的一个设定。那也因为降频的关系，我从27000只剩下23000了。不过23000其实还是比5900高，所以还是不错的。因为不盖上侧板，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大的问题，它并不符合平常使用情境。等我侧吹 2U 的散热器到了之后，再跟大家好好来测试一下散热的部分。那这种 2U 的散热器，它因为只有6公分风扇，一般都会比较吵。不过也因为这样子，它的 VRM 就会有一股风这样吹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到时候会如何。那我也会再买一个猫头鹰6公分的风扇试一下，看看3000转的 2U 散热器的表现会是如何。那以上就是 A70 的组装心得。其实我觉得这个 10.9 升的架构其实是很有个性的，那只是可惜因为没有孔洞不够多的关系，所以它其实不太适合一些高规的硬体配置。希望早日有洞洞板可以来去做选配。然后鼓风扇的玩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买它，不然你连游戏你都不会敢开。那以上就是我这些初步的开箱与一些回馈分享。那有任何的回馈也请欢迎大家在这边留言。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